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保坂龙先生所著的《从60岁开始享受人生的遗忘力》这本书。大家是否也曾因为某些不愉快的情绪或经历而难以释怀？无论是让人怀念的美好片段，还是令人困扰的糟糕回忆，它们的确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如果总是被这些记忆所束缚，就会失去继续前行的力量。或许是时候学会放下这些记忆，让心灵更加自由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会感叹时间过得越来越快。为了不让过去的遗憾或对未来的担忧占据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更应该学会珍惜当下，活在此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4个部分：第一，将情感与事实分开思考；第二，当感到极度不安时，试着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状态；第三，缓解嫉妒的最佳方式；第四，专注于当下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将情感与事实分开思考。人类天生具有遗忘的能力，我们记住一些事情的同时，也会遗忘另一些事情。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，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自我。那些可以被遗忘的事情会随着时间自然淡去，而新的体验则不断涌入，丰富我们的记忆。我希望您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变化，在生活的流动中享受每一刻。然而，有些不愉快的记忆却难以释怀，它们如胸口的刺，挥之不去，甚至消耗着我们的精力和活力。这些记忆之所以难以忘记，往往与情感密切相关。例如，一位男性在中学时期因被教师错误指责而感到深深的委屈，他被强行训斥，没有机会解释。这段苦涩的经历让他对教师产生了不信任感，并变得叛逆。尽管如今他已步入30多岁的稳定生活，却依然对学校心存着排斥，甚至因担心未来孩子与学校的关系而忧虑不安。这种将情感与事实交织在一起的状态被称为融合。在这个案例中，这位男性将对一位教师的负面感受扩展到对所有教师的不信任，甚至影响到对未来未知情境的预判。然而，当冷静下来时，我们需要尝试将情感与事实分开。仅仅因为遇到了一位令人不满的教师，就认为所有的教师都不可信，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有合得来的人，也有合不来的人。负面情绪往往会放大个别事件的影响，使我们对整体做出错误的判断。而长大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学会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，将情感与事实分开的方式称为去融合。通过跳脱情绪的束缚，我们可以看清事情的真相。例如，这位男性发现，尽管中学时曾被教师所误解，但父母的信任始终支持着他。这不仅帮助他走出了阴影，也让他重新审视那些过往的不愉快，并发现其中也有值得感激的部分。情感复杂而深刻，但如果我们长期沉溺于愤怒、嫉妒或厌恶等负面的情绪，只会让生活变得沉闷乏味。要学会遗忘那些困扰我们的记忆，就必须尝试将情感与事实分开，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更加轻松自如地生活，拥抱更美好的每一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当感到极度不安时，试着客观地审视自己的状态。当我们陷入负面情绪，将情感与事实交织在一起，形成融合状态时，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脱，那就是换个视角，用俯瞰的方式来审视自己，尝试从大脑中跳脱出来，像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的情绪和思考模式。举个例子， A 女士偶尔会对周围的同龄人感到羡慕，他们的丈夫有着丰厚的养老金，不需要工作，还能悠闲地享受豪华午餐和旅行，而 A 女士却觉得自己一直忙于工作，显得有些可怜。这种极度的情绪会让她进一步担忧未来。如果身体出了问题，夫妻经营的店铺不得不关闭怎么办？这些不安不仅让她焦虑，
还迫使他拼命工作。然而，这种焦虑非但没有改善他的心情，反而让他更加疲惫不堪。面对这样的情绪， A 女士尝试了一种有趣的方式，用第三者的语气叙述自己的现状。她把自己当作故事的主角，用自己的名字来开玩笑的描述。比如，她自问道：“我真的有那么不幸吗？”接着，她开始冷静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。事实上， A 女士的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糟糕。店铺有很多和善的常客，工作本身也充满了乐趣，孩子们已经独立，生活稳定。她意识到，自己的低落情绪并非源自于现实，而是某些特定因素让她的感受变得负面。比如，当某个月的支出较大，运营成本增加时，她会感到不安；当身体状况不好时，她容易变得悲观；当生活缺乏挑战或目标感时，她的精神状态会变差。在意识到这一点后， A 女士决定采取行动。她选择开始游泳，这原本是朋友多次建议，但她一直以忙为由拒绝的活动。在下定决心后，她不仅重新感受到了运动的乐趣，还设定了一个参加大型活动的目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发现自己缺乏的并不是生活条件，而是梦想。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时，便无暇再去嫉妒别人，因为您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。过去那些纠结和比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把自己当作悲剧主角，只会让您陷入更深的情绪漩涡。而这种受害者意识正是融合状态的典型表现，它将感情与事实搅在一起，让人难以自拔。通过以客观的方式看待自己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那些让人苦恼的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。学会用冷静的视角审视自己，尝试走出负面循环，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忘却不快的人吧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缓解嫉妒的最佳方式。嫉妒通常发生在彼此水平相近的人之间，例如，对于像微软前 CEO 比尔盖茨或者美国棒球大联盟选手大谷翔平这样远超自己层次的人，绝大多数人是不会产生嫉妒之心的。然而，当面对与自己差距不大的人时，嫉妒心理却容易滋生。诸如，那个人比我更幸运，他的成功是因为更受优待，这样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涌现。如果任由这种嫉妒情绪发展下去，可能会演变为背后议论，甚至恶言重伤。而这种行为会逐渐侵蚀我们的内心。尽管说别人坏话时可能会感到一时的畅快，比如他的成功不过是靠点运气，或者他就是善于讨好别人，但这些恶言不仅降低了自身的品格，还会以某种方式来反噬自己。缓解嫉妒的最佳方式是学会珍惜和接纳自己的生活。作者通过医生的职业经历发现，每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或隐忧。看似幸福的家庭，可能背后隐藏着不和的关系或者健康的困扰。那些看似光鲜的人生，或许也承载着他人无法理解的痛苦。因此，别人是否真正幸福，我们其实并不了解。最重要的是专注于自己的人生，不要让他人的生活干扰自己的心境，而是用心去体验属于自己的美好。试着在日常中找到生活的亮点，偶然发现人行道旁一簇盛开的花朵，抬头看到湛蓝澄澈的天空，在医院里帮助了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，买到了新鲜的时令蔬菜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，其实都是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小确幸。每当发现这些美好时，不妨对自己说一句：今天也过得不错。即使回想起来还有未完成的事情，也不要纠结于遗憾，而是感激自己又度过了一天充实的时光。当我们将精力聚焦于过好自己的生活时，就会发现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嫉妒别人，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最后是第四部分，专注于当下。有一种思想提倡真实当下，因为我们常常被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担忧所困扰，而忽视了活在眼前的这一刻。
那些拥有手工爱好的人的心态往往更加平和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任务上，从而更容易感受到此时此刻，大脑一次只能专注于一件事。例如，在听广播时做手工编织，专注于针脚的节奏已经占据了大部分脑力。这种专注能够帮助我们排除不必要的杂念，尤其是对未来的焦虑。通过手工劳动，我们能够立刻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，感受到成就感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手很笨，做不了手工。实际上，手工活动的种类非常丰富，像折纸、拼装模型、绘画等，都是很好的选择。如果不喜欢静态的手工活动，也可以尝试一下散步。虽然散步时可能会有杂念的浮现，但步行作为一种动态活动，能够帮助你轻松地让这些杂念随风而去。随着杂念的减少，心境也会变得像清澈的溪水一样宁静。此外，以下活动也有助于专注于当下。插花时专心摆放每一朵花，做广播体操时专注于每个动作，烹饪时关注食材的变化，坐汽车时欣赏窗外的风景。这些行为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对过去失败的沉湎和对未来焦虑的困扰，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眼前的这一刻。学会专注于此时此刻，能让我们更好地面对自己，放下那些烦恼和不快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培养专注当下的习惯吧。回顾人生，记忆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。从学习语言到掌握技能，记忆力常被视为成功的标志。然而，随着年岁渐长，我们可能会因健忘而感到不安。其实，很多事情是可以遗忘的。试想一下，你是否希望余生充满了愤怒、沮丧、嫉妒和焦虑呢？答案显然不是。那么，为什么不让那些多余的情绪和记忆随时间消失呢？如果因为忘记某些事让家人或他人感到无奈，你也可以笑着回应，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。遗忘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力量，像孩子一样，每天都觉得很开心，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态。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帮助我们不断前行。那些能够享受当下的人，往往也是擅长遗忘的人。学会遗忘，抛开多余的负担，重新出发，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